亲爱的派友们，你们好！你们一定想知道派背后到底是谁？其实，很多影片都有介绍，不过很多影片介绍都是英文解说，这让很多中国派友听不懂、看不懂。今天派学院就用中文翻译解说一下派背后是谁。开始之前，亲爱的派友，请伸出你那可爱的小手，点击订阅派学院的频道啊！同时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派学院第一时间发给你的最新资讯喽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非常感谢你，谢谢。派的背后的人到底是谁？这是我们今天将要讨论的内容。我们一直想制作一个关于开创者的影片，他们是谁？以及我们对他们的了解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为这个视频做了很多挖掘，所以我认为很多人会发现很有趣。但是对于那些真的不知道的人，你可以说派网络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平台，那几乎是比特币的更实用版本。派是比特币的一种版本，但是已经被重新构想。它是由几个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发明的，我稍后会详细讨论。但是这个项目最酷的部分是你可以在手机上获取派，而且它不会花费你任何费用，每天大约需要10秒钟，或者如果你真的想要，每年的小时数使加密货币变得超级，一般人都可以使用。这确实是我最喜欢的事情之一。现在的项目，我相信大约有1300万人。这个代币计划于2021年第4季度，可能在10月的任何时间，从10月、11月、12月随时到来。如果你们觉得这听起来很有趣，那么网络将得到解决，并且不要忘记，派是一个完全开放而且免费的，从你那里，并且没有任何数据库的情况安装。说了这么多，让我们谈谈这个视频的主题是谁？谁是派网络的创造者？我们对他们了解多少？到目前为止，请相信他们。我可以肯定地说的一件事是，这些开发人员拥有在互联网上有很好的历史。实际上有很多关于他们的信息，我想很多人都会在这个视频中学到新东西。我想从派的技术负责人开始，他的名字是尼古拉斯·卡莱斯博士，他负责了很多该项目的后端开发。我们历史上的每一项创新，在那里是因为他填补了存在的巨大空白。在猎头网站上，你可以看到他的简历堆积如山。他从1998年到2002年就读于克里特大学，后来又继续从事研究。现在互联网上任何人都可以撒谎说他们到底是谁。我认为我喜欢派网络的一件事是，互联网上有大量证据证明这些事实是对的。你可以在 Stanford.com 上看到他的学术资料。让我们看一下 CS369B， 这是一个区块链应用设计课。他的课程确实教你如何设计自己的区块链应用程序。我认为任何对该项目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，因为这至少表明他具有在区块链上真正创建应用程序的技能和能力。在这里建立让我们说一个真正的加密货币。如果你想看看其中的一些课程，这里实际上有他所做的最终演示的剪辑。到目前为止，你可以带走的一件事是，尼古拉斯似乎就是他所说的那个人。听起来已经有很多关于他的信息，但还有更多，实际上是在线的。我真的认为这会让你们更好地了解他的真实身份。他还参与了许多其他项目。他是游戏 YOLO 的创始人，后者为在社交网络创建一个休闲的 Flash 游戏。对于社交媒体网络，当我在中学时曾经很受欢迎。我希望你们记得肯加农炮，因为那是我当时最喜欢的游戏之一。这是他在2009年制作的一些游戏片段，这包括赛车游戏、益智游戏、史蒂文冒险游戏。由此可见，他一直都是创业者。
Interpark 在创建自己的 Flash 游戏公司时，他还是 Stardust 的首席技术官。Stardust 是一个非营利性商业社区，可帮助初创企业筹集资金。他可能熟悉一些来自 Stardust 的一些项目，包括 Limebike， 这是一个真正的美国各城市流行的脚踏车平台。Open 是购买 NFT 收藏品的最佳场所之一，并以电动滑板闻名的助推器，这是最酷的电动滑板车之一。该项目的价值是现在大约260亿美元，创建了将近600家创业公司。尼古拉斯博士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。尼古拉斯博士参与了这个项目，我认为这只是很多，为他增加可信度。这将我引向他的最新项目之一。当我们看一看他的学术研究时，我们可以看到他收集了大量的社会资本。另一种说法是，他想利用一大群人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。在研究中，我们还能看见范博士。后来范博士与卡卡卢斯博士结成了派网络。范博士也是斯坦福大学毕业，他拥有计算人类学博士学位。这实际上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，基本上是关于人类行为模式如何随着时间变化的科学。我猜想他创造了很多空间，使用了很多关于群体行为的计算模型，这对派网络非常有用，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想让人们努力获得 exchange， 以及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派币，将最终决定价格以及整个项目是否。我们决定价格以及整个项目是能否成功。他在开发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他在扩大亚洲和美国的派网络方面，在加入派网络之前，他创立了自己的公司。担任 CEO 的他于2017年获得约10万美元的资金。他设计了一个 Chrome 扩展程序，基本上可以帮助您向多人发送电子邮件，而不是一次向一个人发送电子邮件。这是该系统工作原理在 YouTube 视频。这告诉我，他和博士一样具有强烈的创业精神。尼古拉斯·卡卡莱斯。还有一个比较感兴趣的事情之一，他在研究中发现，实际上是他现在创办的另一家公司，被列为一家名为社交链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。在我看来，这实际上是派网络背后的公司。我真的很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。派网络的成员是 Vince McPhillip， 或社区负责人。派网络与其他成员相似，他也有很强的学术背景。他毕业于耶鲁大学，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。就像其他成员一样，他也有自己的商业项目。他开始了自己的健康计划，叫做 WeWin。虽然我今天真的能找到太多关于这个项目的信息，但我确实看到他在一家非营利咨询公司工作。这个公司被称为跨度小组。他担任公司管理顾问。Bridgespan 集团的目标是试图帮助非营利公司提高效率，这包括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公司式的数据，以尝试减少成本，并且还专注于需求改进的领域。他在 Bridgespan 工作之后，他参加了斯坦福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。在斯坦福大学，他对加密货币越来越感兴趣。在参加会议期间，他将发起斯坦福大学区块链 Stamper， 这是一群对使用加密感兴趣的人，去改变世界。从 Play 商店中的手机下载，就可以知道如何通过 App 开始赚派。今天，这个群体最终会增长到大约750人。今天他仍然和 Nicholas Kokkels 博士一起坐下来管理这个小组。到目前为止，我认为我可以很好地描绘发生的事情。在我看来，尼古拉斯博士、亚历克斯和范博士，他们三个都对使用加密货币感兴趣。他们走到一起创造了社交链，他们创造了派网络的其他社交链。我认为这是对派网络的一个合理的解释。